有一件事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容易导致背痛，那就是核心力量不足。在这个视频中，我将详细揭示这个主要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在家中有效解决它。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叫威尔，哈罗，我是 HT Physio 法纳姆的50岁以上专科物理治疗师。今天我们将揭示导致背痛的最大因素。所以这个视频非常适合那些背痛持续超过几周的人。也许你去看过医生，他们在检查后告诉你没有严重问题，可能会自行好转，建议多休息。但无论你做什么，它就是不见好。也许你尝试过一些核心锻炼，但没有效果；也许你尝试过拉伸，但也没有效果。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不用太担心，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在家解决它。我在诊所中看到的背痛最大原因是臀部肌肉的虚弱。你的臀部由3组髋部肌肉组成，包括臀小肌、臀中肌和臀大肌，它们对脊柱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它们有2个与脊柱相关的重要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当你像这样向前弯曲时，控制这个前弯的动作，并让你回到直立姿势的肌肉是背部肌肉和臀部肌肉各占50%。现在这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但它有助于描绘全貌。现在，臀部的问题之一是，许多人会出现臀部无力，主要是因为整天坐得太久。这意味着，当你弯腰时，工作量变成了80%来自背部，20%来自臀部，导致肌肉更加疲劳。现在我的背部非常强壮，能应付一段时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感到疲惫、紧绷，这可能会引发明显的背痛。现在，臀部的另一个作用是控制骨盆的对齐，所以它们可以防止你走路时骨盆向一侧下沉。如果你的臀部肌肉无力，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他肌肉保持骨盆稳定，但现在支撑骨盆的主要肌肉是你的背肌和腰方肌，所以现在这个肌肉不得不拉起，因为另一侧的臀部无法有效地完成它的工作，而且越来越多的走路会导致背痛。如果你一直在忍受持续性的长时间下背部疼痛，这个视频非常适合你观看。也许在你弯曲和扭转时会疼，或者在你走路时会疼，而且你走得越多，情况就会变得越来越糟。这些都是臀部无力的迹象。我们现在就要向你展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将向你详细展示我们将要做的锻炼，以有效修复你的臀部无力，并希望能立即停止你所经历的背痛。在我展示锻炼之前，你需要知道这些锻炼并不适合每一个有背痛的人或所有不同情况。在开始之前，务必确保你先咨询医疗专业人士。如果这些运动让你感到疼痛，绝对要避免进行。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二件事是，这些练习的主要目的是激活臀部肌肉，也就是腰带下方的那部分肌肉，而不是激活背部肌肉、腰带上方的那些肌肉。所以如果你感到背部有紧绷感，那就是错误的。你需要停止一下，休息1分钟，然后再继续，但稍微改变一下你的技巧或角度，直到你感觉到在臀部而不是在背部的区域。我有5个动作要展示给你。第一个动作叫做髋部外展等长收缩。为了顺利完成这个动作，我们需要一个阻力带，最好是那种比较结实耐用的，或者你也可以用一条安全而结实的腰带。我们将它缠绕在你的腿部上。我来给你演示一下怎么做。我们将先躺下，你可以在家里的床上进行，不一定要在地板上。然后你要把阻力带放在双腿上，位置要在膝盖上方。我们将头、肩膀和臀部舒适地放在床上，膝盖大约弯曲到一半的位置。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缩小你背部和床之间的空间，然后保持背部放松，向外推阻力带。这样我们应该能清晰地感觉到臀部的肌肉在有力地收缩。保持这个收缩的状态，持续5到10秒，好吗？你可以选择维持这个动作的时间，但我发现大约5秒后，臀部会有很好的收缩感，这种感觉非常明显。然后我会放松，把腿收回来，再次保持背部平坦，向外推，然后保持。
你要用力推和挤压，尽量把腿向垫子推开。腿移动的距离并不重要，你可以看到我的腿大约只移动了6英寸，因为带子越宽，产生的阻力就越大。即使你仅仅用腰带来进行训练，也不会有任何明显的移动，但你依然可以用力推，以获得等长收缩效果，然后轻松放松。腿分开的距离并不重要。在完成5到6次重复之后，我能明显感觉到臀部有许多的紧张感，而背部却没有任何紧绷感。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如果你在做这个动作时感到背部紧绷，可能是因为你做错了，或者这个动作不适合你，应该主要是臀部的感觉。我建议大多数人连续做15次运动。如果你的目标是有效缓解背部疼痛，你每天要做3组，最好分散在1天中进行，因为这有助于养成良好的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改善臀部和下背部之间的平衡性。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告诉你关于3条建议星期5的事。每周5，我都会向我的邮件列表发送3条建议，内容包含我这一周发现的3件最有趣且值得分享的事情，可能是某个健康建议，或是我正在深入阅读的一项新研究，或者是我发现的一个非常实用的新工具，帮助人们更加灵活，完全免费。我每周只发送1次，里面没有任何烦人的促销信息。你可以通过在视频下方方便地输入你的邮箱来注册获取3条建议星期5的链接。我们今天要做的第2个臀部练习叫做隔离。这个练习不需要任何器械，只需你的床或地上的垫子，非常适合激活臀中肌和臀小肌，帮助增强臀部力量。我们要做的是侧躺。如果你有单侧背痛，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在疼痛的一侧进行适当的放松和锻炼。如果是我的右侧，我会侧躺在左侧，以便更好地锻炼右侧的臀部肌肉。所以你要像这样侧躺，你的腿应该弯曲，大约在身体和臀部之间形成90度的角度，同时股骨和胫骨之间也应形成90度的角度。然后我们开始时把上面的手平放在床上，这非常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我们保持正确的姿势。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向前倾斜到手上，所以你只需把一点身体重量放在手上，所以你要比自然状态更向前。这是你的起始位置，动作非常简单。保持身体向前，脚后跟要并拢，尽量抬高上方的膝盖，保持身体不向后倾斜。这是我能抬的最高点，然后我就把它放回去。这可能会让你感到非常惊讶，虽然动作其实很小，但是这是因为我在完美而准确地执行这个技巧。好的，大多数人做这个动作时总是会偷偷作弊，而不是像我这样认真地停下来。他们会向后倾斜并打开，这样做会完全把重点从臀部转移到其他地方。我甚至不知道转移到哪里，但肯定不是我们想要锻炼的臀部，所以你要像这样保持身体向前，好吗？真的要夸张一点，然后保持脚并拢，抬起而不向后倾，感觉上好像顶部会抽筋。这只是因为在这个位置大多数人都很虚弱，所以我们要继续这个动作，顶部要有一个好的挤压，而底部则不要有任何休息。尽管我没有任何阻力，我仍然能感受到这里的烧灼感。所以你要做到一个疲劳的组数，那可能是10个，也可能是15个，也可能是20个，然后翻过来做另一侧。你要每天大约做3次，以获得最佳效果。如果这对你来说很简单，我们将稍微增加难度。所以我们要做的第3件事是完全一样，但这次我们将使用阻力带进行练习。我们需要比之前使用的更轻的阻力带，所以我找到了最薄的阻力带，它非常有弹性。这次我们要把它放在2条腿上，仍然是在膝盖上方，紧绷到几乎把膝盖拉在一起。然后其他的都不变，我们将回到之前的同样位置。把你的重心放在手上，保持双脚并拢，然后尽量向上抬起双腿，不要向后滚动，最后慢慢放回去。这就是1次，然后我们再来1次，向上，顶端收紧，然后再放下。这项练习的关键在于技巧。大多数人会心不在焉地做很多次，却说感觉不到效果。
但如果你能够做到完美的技巧，我向你保证，你所做的次数不会像你最初想象的那么多，刚开始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困难。所以再一次，如果你有一点阻力带，可能做不了太多，但请继续坚持，直到感到下身的酸痛。记住，不是在上面，而是在下面。做3组，然后你可以进行下一个练习。一旦你掌握了这前3个练习，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增加练习的难度。所以我们不再弯曲膝盖做隔离式，而是要伸直膝盖，抬起腿，称之为长杠杆，来增强锻炼效果。这将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我建议把这个任务留给那些已经非常自信并且能够有效激活臀部的人。绝对不要首先做这个，因为这可能太困难。如果你太早做，背部会立即接管，所以我们称之为髋部外展内陷。所以你要像这样平躺，同样的动作就像隔离一样，但这次双腿都是伸直的。我们仍然希望上面的手轻轻放在床上，身体也要这样自然向前倾，明白了吗？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将整条上腿抬起，稍微向后呈上斜的运动。现在你停止的信号是，当你感觉到这个肌肉在腰带下方微微紧绷，然后你会慢慢下沉，轻轻触碰到你的脚，然后你会再次直起身，所以向上再向后。现在，如果你能看到我的脚，你会注意到我试图用脚跟引导，因此脚跟是整个动作的最高点。这意味着我稍微将腿向内转动，这样可以优先激活臀中肌和臀小肌，正是我们想要重点锻炼的区域。现在在做这个时，保持背部放松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自信，可以把手轻松移开，可以放在背上，仔细检查一下那里是否没有紧张，特别是在动作的顶部阶段，所有的紧张感应该在这里。我知道这些肌肉非常接近，因此可以使用你的腰带线作为重要的参考点。所以我的腰带正好是我臀部和背部肌肉之间的分界线，所以一切都应该在腰带线以下，而不是以上。同样的原则也适用，我们会不断重复，直到目标肌肉感到适度的酸痛，或者感觉到背部开始发力了。如果你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背痛，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所以在那之前尽量做尽可能多的。一旦发生，立即停止这组动作，休息一下，然后重复，或者稍后再来。如果这对你来说非常简单，我们将增加难度，我们可以通过引入阻力带来实现。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非常轻的带子，不需要太强的，它应该是你能找到的最轻的。这次要绕在脚踝上，所以要绕在2个脚踝上。我们将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认真准备，向前滚动，双腿保持笔直，手上稍微施加一点重量，然后抬起腿并稍微向后移动。再说一次，你确实无法做到那么高，因为当你拉伸那个带子时，压力会很大。这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不能再高了，否则我的背部就会开始发作。所以我们需要放下自我。这不是关于你能做到多高或能做多少。如果你做错了，背部几乎会立刻接管。所以我们想要做到这一点，而不让这种情况发生。再次强调，保持在抵抗的边缘，保持脚跟在最上方。恭喜你，你刚刚完成了一个很好的历程，以增强你的臀部肌肉，减轻背部的压力。经过几个月的练习，也许不是每天4次1周就很好，这将大大改善许多背痛的情况。所以这就是导致背痛的最大原因，不是核心力量不足，且我们需要知道该如何有效应对。希望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无论如何，谢谢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